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unny。今天除了大盘分析，还要讲几个问题。特斯拉有启动迹象，要不要追涨买入呢？波音737 MAX 获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复飞，这个机型的复飞是不是能快速改善波音公司的基本面？为什么消息出来却高开低走，放量下跌呢？巴菲特在3季度清仓了一只股票，这只股票是很不错的白马股哦。巴菲特跑了，那你还在持有中吗？感谢从右下角红色按钮订阅阳光财经，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纳斯达克指数收了小阴线，整体走势略显颓势。在7个交易日里面，纳指没有办法创出新高，这7天都在11月9日的大阴线里面爬坑，还没有出坑。而这个时候 KDJ 指标出现了顶背离，纳指从10月份到现在整体指数持平或略涨一点，连线则出现了小幅上升斜率，而 KDJ 在这段时间出现2个死叉，第二个比第一个低，连线后出现轻微下降，这就是指数走平而 KDJ 交叉走降的顶背离图形。在大盘无法创出新高的时候，要谨防纳指回落。标普500在前期高点附近无法突破，而是先掉头向下，同样的出现了 KDJ 的顶背离，短期如果无法创新高，就不能修复这个图形，那表示维持震荡或回落的概率正在提高。标普吸收特斯拉，一时还不会直接对指数造成影响，而对特斯拉个股已经一时激起千层浪，出现了突破上涨的行情，有可能要进一步上涨哦。特斯拉到底追不追啊？不追会不会再也不回头了呢？关于特斯拉有几个重点消息。首先，被标普纳入成分股会带来多少资金无脑买入，值得打听一下。另外，马斯克一边确诊新冠，一边却发推特玩，这个关于魔戒的推特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和马斯克最近发的关于 SpaceX 和特斯拉的推特内容没有什么关系。网友推测，马斯克估计是隔离期间无聊，发帖说明病得不重。在马斯克确诊和特斯拉进入指数成分股2个事情同时作用下，股票选择了大涨庆祝。市场暂时忽略了马斯克作为核心人物的健康问题对特斯拉的重要影响。当然，可能华尔街根本就没有把新冠这种大号流感当一回事儿，嘻嘻哈哈若无其事的，最后这则利空消息就这么被冲淡了。而标普突然收了特斯拉之后，市场终于开始意识到大规模的被动基金将不计价格买入，同时带动主动管理型基金的配置和布局。与此同时，大摩调高特斯拉评级到超配，目标价到540。特斯拉将是标普市值前10名的股票，权重估计占标普的 1%。全球目前跟踪标普500的被动管理型基金、共同基金等大概有11万亿美元到12万亿美元，那 1% 就是1000亿以上的资金。特斯拉的市值是4000亿，这一下子涌入1000亿，岂不是要把股价吹到了天上？然后为了给这个大神让位，其他的股票不知道要怎么腾出位置，被踢出去的是哪个标普成分股，目前也不得而知。这次标普成分股的调整将是史上少有的大变动，因此指数公司有可能采取分阶段纳入特斯拉的措施，也就是说慢慢来，一点一点的加入，以免一次性大规模变动对市场造成不好的影响。我的观点是，分阶段加入比一次性加入更能拉动股价上涨，因为一次性加入的话，涨势维持时间短，一次就结束了。如果分步加入呢，每隔一段时间买入一些，是长期支撑股价的因素，对那些空头也是个很厉害的威慑。至于摩根士丹利等机构调高了特斯拉的目标价，叫大家增持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顺水推舟的研究报告，这不足以构成今天特斯拉股价飙升的理由。关于新能源车整个板块，今年都获得了资金的巨大关注。新能源车企业还准备成立协会，推动2030年实现燃油车的禁止销售。任何革命性的变革都会造就一批优秀的企业，也会淘汰一批落后的公司。而特斯拉呢，站在技术革新的前沿，已基本和电动汽车第一品牌画上等号。特斯拉任何时候买入都是合适的。我的观点是，追涨没有问题。
今天市场小道消息传言，巴菲特买入特斯拉，目前不清楚真假。就算是真的，股神买入神股也是很正常的。其实巴菲特最近的操作有点看不懂啊，比如3季度巴菲特清仓 Costco， 错过1股10美元的特别股息。巴菲特为何不等这么高的股息到手，就在3季度清仓了 Costco 呢？要知道，巴菲特的搭档芒格对 Costco 推崇有加，并且持有时间长达20年，一朝清仓令人匪夷所思。曾经记者问他们，如果有坏人劫持了你们，在杀人灭口之前，你们有什么话要说？芒格说，那就让我最后再夸一夸 Costco 吧。有意思的是，山盟海誓没有什么用，股神还是在上个季度把他的 Costco 清仓掉了。分析人士认为，伯克希尔清仓了 Costco 是因为芒格已经接近97岁高龄，不再适合担任 Costco 的董事。然而，作为内部人士，应该非常清楚，即将派发特别股息，对于一只持有了20年的股票来说，为什么不多等2个月收到10元特别股息再清仓呢？这是让人最不能理解的一点。Costco 在疫情期间，民众大规模囤货，造成超市盈利大增，现金在手上有120个亿，赚钱了没投资去向，所以一下子发这么高的股息。对于 Costco 来说，派发特别股息可以有效减少净资产，在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净资产减少，净资产收益率就会增加。换句话说，如果现金越来越多，而现金又不产生收益，留在手上也是一种资源浪费，还不如分给股东。Costco 业绩持续增长，线上线下销售数据都不错，去实地考察也是看到，虽然疫情人也很多，排队排很长，服务质量一如既往，没有看到什么让股神连夜逃跑的理由啊。那么可能最后就是普通的调仓换股，也许巴菲特也认为电子商务亚马逊才是零售的未来吧。巴菲特清仓 Costco 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个人觉得 Costco 还是一个优秀的公司，值得长期持有。从3季度调仓情况看出，巴菲特还减持了一小撮苹果的股票，新买入医药板块股票以及一只5G 股票 TMUS， 卖出 JP Morgan 和富国银行，买入了美国银行。这些都显示巴菲特调仓换股的风格在改变，比如卖了 JP 摩根和富国银行，换入美国银行，整体还是在投资银行板块，只是对个股的观点发生了改变。而减持了市值1000亿的苹果，持仓下降 3.7%， 被市场解读为对苹果的不看好。苹果他买的太多了，减持完还是非常高的持仓比例，这可能只是兑现一小部分利润的行为。这种行为我们也经常做，就是涨很多了，不舍得全部卖，但是手又痒痒的，就卖它一小部分吧。对巴菲特新买入的4只股票，已经有人做了一番分析，我们这里也适当提一下。他买入了2130万股的埃博维，3000多万股施贵宝，2240万股默沙东和241万股的 T-Mobile， 算上不在前5名增持名单中的辉瑞制药，总共有4只医药股。疫情给医药股带来了一定的机会，也让投资人开始重视医药公司的作用。4只医药股在创新药领域都有一些新药出来，值得看好。而 TMUS 是一只5G 股，可能是巴菲特看好的理由。无论巴菲特怎么调仓换股，高度集中的苹果才是伯克希尔的定海神针，其他的其实对总收益率影响不大。如果我们也跟着股神换来换去，可能人家到最后还是苹果在赚钱，而不是新换进来的这几只股票。最后谈谈波音737 MAX 复飞是否将快速改善基本面，为什么今天高开低走，出现了一根套牢投资者的大阴线。2018年连续出现波音737 MAX 飞机失事，造成该机型在全球范围内停飞20个月。在这2年里面，波音股价从傲娇的小公主变成了可怕的牛夫人。737 MAX 飞机都被禁停在沙漠中保养，等待不知道哪一天复飞。祸不单行的是，疫情一来，不但这款机型不能飞，所有飞机都被迫停飞。因此，对波音的飞机采购停滞，而且还产生大量退订的订单。波音现在是借债生产飞机，没有人要。
借钱还要还利息，资产负债率超过100%。FAA 批准了737 MAX 复飞，是2年来波音的唯一好消息。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别的国家还没批准复飞，特别是全球第一个禁飞737 MAX 的国家中国，今天还非常强硬。而更现实的一点是，疫情期间要那么多飞机干嘛？在沙漠中的那些就让他们继续休息休息呗。随着疫苗的最终批准，全球范围内的疫情解除，将来凭借疫苗有效证件上飞机，对民用航空的需求将会很快恢复。但是受了这么长时间折腾的航空公司，手上还有多少闲钱和贷款额度可以用来买飞机，还真是不好估算。我想波音已经200元了，飞机失事以前是350元左右，这个翻倍的机会伴随着太大的风险，在200的位置借利好出货或者洗盘都有可能。我们要观察是不是能创新高，如果股价继续创新高，那最终将回到350。如果1周之内波音仍无法创新高，那今天放量大阴线就会成为套人的借利好出货图形。在这个位置，利润高的底仓拿着没有问题，空仓的就不要参与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